危险？什么危险？淡淡问。楚风转身将石门关闭，这才看向小鱼儿等人。刚刚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察觉到有人在观察我们，对方的目光很隐秘，是自己远的距离看过来的，因此我觉得这方世界不仅还有其他存在，那位的实力应该很强。而留下这字迹的人定然也是察觉到了那位存在，察觉到了隐藏的凶险，所以他没有破解这座遗迹，而是留下这些字便走了。楚风对众人说道：所以大哥哥刚才是暗中问了姐姐？小鱼儿问。是。楚风应道。难怪他说保我们安然，看来他也有所察觉。小鱼儿道：也许他都知道那存在具体是何方神圣。仙海少羽猜测道：那看来这里的东西很不简单，有人虎视眈眈啊。兄弟，你咋看？是撤还是干？王强看向楚风。干。楚风道：既然都来了，便没有别的选择了，也不是说相信红发女子，而是他们若不按照要求做，也许红发女子都不会放过他们，那就干他丫的。王强立刻响应，其他人也是纷纷表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怎么干？王强忽然问。正常来说会有提示，可是他们踏入这里并没有得到提示。楚风则是直接走到一道石门之前，将手放了上去，顿时有了阵法感应。楚风与阵法沟通，随之那道大门上面出现了楚风二字。将手放上，会有阵法与我们沟通。楚风回头说道。王强等人闻言便准备行动。也就在此刻，大殿中心的柱子开始旋转，同时一缕光芒在那些符号之间快速穿梭。其实那缕光芒的方位始终是对着楚风那道门的，之所以连续变化，是因为柱子在快速旋转，但同时那缕光芒的颜色也是不断变化的，在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金色5种颜色之间来回切换。当柱子停止旋转之际，最终光芒被定格在了白色光芒之上，同时化作一道光束射向了楚风那道门。刹那间，印着楚风那道门出现由白色光芒凝聚而成的4个大字：资源之门。看着这4个字，所有人都是不解。而就在此刻，一道光芒体从大殿顶端飞落而下，落在柱子旁边，只能看出那是一个人形的轮廓，但看不到五官，也分不出男女，就连他的声音也无法分清是男是女。资源之门，入门后通过考核便可获得相应资源，但运气不佳乃是此殿最差资源。声音落下，那道光芒体便消失不见。最差资源，我运气这么差吗？楚风有些无语。兄弟，好像是的。王强点头。而就在这一刻，那道石门开启，楚风还来不及反应，便被吸入了其中。看来那些符咒代表着不同的关卡或者好处。龙成宇道：应该是。龙木西也点头。我擦，我兄弟的运气向来无敌，他都弄了个差的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够呛了？王强张着大嘴，有种不妙之感。确实。仙海少羽也赞同。不管了，来都来了，试试运气呗。哎，要不咱们一起看看谁运气更好。王强说话间来到一道石门前。行啊。仙海少羽应道。紧接着其他人都挑选了一道门，他们同时将手掌放入其中，通过与阵法沟通，很快他们的名字也浮现在各自的石门之上。随之柱子转动，但这一次出现了5道光芒，分别对应着王强等人的石门。最终，王强紫色资源之门，小鱼儿紫色资源之门，龙成宇紫色资源之门，龙木西紫色资源之门，仙海少羽金色愿望之门。甚至就连光圈的大小也不相同，金色可谓光芒普照，将大殿都点亮了，一看就极其利奥的。随后那道光芒体再度落在珠子旁边，依次讲述了这几道门的情况。其他4道门都是资源之门，便很好理解，其实与楚风一样，区别就是他们的运气好，能获得更高级的修炼资源，但挑战难度也要高得多。而最厉害的就是仙海少羽的愿望之门，若能挑战成功，可以满足他一个合理的愿望。这他娘的，竟是我兄弟一个人倒霉啊！王强咧着大嘴，替楚风感到遗憾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凭什么大哥哥是白色呢？小鱼儿则是看向那道光芒体，替楚风鸣不平。因为若是其他人都差，那说明这里就这么个情况，但结果是只有楚风是最差的，其他人都是很好的，倒霉蛋只有楚风一个。前辈，还有第2次机会吗？小鱼儿再度问道。然而光芒体始终没有回答，它不像是具有灵智，更像是设好的阵法。也就在此刻，小鱼儿等人面前的石门便同时打开，将他们吸入其中。只是一个人除外，仙海少羽，他的那道门并没有开启。正当仙海少羽疑惑之际，那道光芒体则看着他再度开口。
你的运气比较复杂，可以说运气很好，也可以说运气很差。你若能够通关，将会得到极大收获，甚至可以在你现在的修为基础上，再让你直接增进3品修为。但你要挑战的难度却也是最难的。不过，你可以邀请一位伙伴陪你一同进入，共同面对这挑战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这伙伴也要愿意才行。然而，那光芒体话音刚落，一道声音便响彻开来：“我愿意。”只见楚风站在第一道石门口，而那道石门上的光芒字体以及楚风的名字都消失不见，显然楚风是已经完成挑战了。那光芒体没有回答，甚至看都没看楚风，而是直接消散。这么快？仙海少羽也是看向楚风。很简单的考验，就是天上掉下了几道雷霆在我身上，跟挠痒痒差不多，不过收获也一般。楚风掌心一翻，是一颗武力珠子，品质还行，但对于楚风现在的修为来说，确实帮助不大。你这次的运气确实不太好。仙海少羽道：“是啊，确实运气不太行，不过无碍，你的运气这么好，咱们也不算白来。怎么样，我陪你去吧。”楚风对仙海少羽说道。他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好听到了那光芒体对仙海少羽说的话，若能完成，可增进3品修为，这可谓是天大的机缘。仙海少羽看着楚风，若有所思，有些犹豫。咋了？还信不过我？楚风笑着问道。自然不是。仙海少羽连连摇头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怕有危险，牵连我。正因如此，才更应该让我陪你去，两个人好歹有个照应，对不？楚风走到近前说道。仙海少羽看着楚风，仍有些纠结，但最终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。行。而就在他点头那一刻，那道石门就像是有感应一般，不仅打开，更是释放出吸力，将楚风与仙海少羽一同吸入其中。